丹塔议事厅内，萧炎在得知药老被魂殿的人转移到中州西北地狱的亡魂山脉后，情绪十分的激动，直到玄空子说明具体情况后才冷静了一点。亡魂山脉内寒气极浓不说，还有不少实力强悍并且异常嗜血的魔兽，而该处的魂殿分殿明面上的斗尊就有5名。要知道这等阵容足以血洗一个一流实力，萧炎这边的阵容满打满算也顶多4个半斗尊。注明此时的熊战已经离开，小医仙、天火尊者、天妖魁都能战，萧炎也能纠缠一位，紫炎的力量算半个。此时只有等风尊者的援兵了，毕竟丹塔不方便出手，打探消息、提供地图已经是他们能做的全部了。玄空子得知风尊者会来后，就告诉了萧炎，以风贤的速度半个月内就能抵达丹域。萧炎想着时间紧迫，匆匆的告别玄空子等人后，就盘算着怎么提升己方战力。15天内，萧炎不仅将从异尘的纳戒里搜罗出来的天明修罗手研究出了眉目，还将茯苓清丹炼制出来交给了天火尊者。风尊者果真如玄空子估算的一样准时到达，只是与他一同来的只有一人，铁剑尊者。以前的一些朋友一听见要与魂殿作对，生怕祸及己身甚至家族，不愿出手，唯有铁剑尊者是孤家寡人一个，而且当年药尘对他有大恩，他听说要去解救药尘，就主动跟了过来。现在援兵已到，萧炎盘算了一下己方战力后，决定第2天就动身，以免夜长梦多。殊不知魂殿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等着他的到来。亡魂山脉内，萧炎一行人夜间休息的时候，十分倒霉地遭遇了一群噬石蚁群。这噬石魔蚁等级其实并不算很高，仅仅3、4阶左右而已，但他们的数量却是以千百万计量的，而他们爱好吞噬一切阻拦在他们前面的血肉之躯。就这么出师未捷身先死吗？别忘了鱼魔兽紫炎可是 BOSS 一样的存在。很快紫炎就把噬石蚁后搞定了。这暗金色的8翼巨蚁不仅知道魂殿的具体所在地，还一路为萧炎一行人开道，就连魂殿放出来的眼线都被他们顺手干掉。注明眼线是巴掌大的黑色小鸟，以声波传讯，极难被感知到。有了以后的带路，萧炎他们很快就到了一处山谷，正是魂殿所在，只是被设置了空间屏障。不过问题不大，空间嘛，那可是紫炎的拿手好戏。只见紫炎划开空间，就将噬石魔蚁们先放了进去，萧炎一行人趁乱进入。虽然很快他们就被魂殿的5名尊老锁定了，但风尊者等人有能力牵制住他们，让萧炎前去营救药了。萧炎身形极快地对着巨殿之内迅速冲去，然而刚到门口就被一紫衣老者拦住了。你便是萧炎，不知可还记得本尊？老者道。思索了2秒后，萧炎就认出了他就是毁自己2次灵魂之力的老杂毛。看到萧炎想起来了，老杂毛很满意，一掌就欲拍死萧炎。然而此时的萧炎已经不是他能轻易捏死的小蚂蚁了。对轰了一掌后，意识到萧炎竟然能硬扛他一掌而不伤，老杂毛有些惊恐，这才过了多久？这妖孽般的修炼天赋，现在不弄死更待何时？然而他想战，萧炎却没时间陪他玩，留下天妖魁牵制后，萧炎就趁机窜进了巨殿之内。抓住一个倒霉鬼领路后，萧炎就是一顿冲杀，直到他冲进了一处广场，在如繁星般的光团里看到了最深处那被4条巨大锁链缠绕住4肢的虚弱老者。闪掠到老者面前，萧炎红着眼，膝盖一弯，就重重地跪在了地上。老师，弟子来了。光团之内的药老缓缓睁开双眼，感受着那熟悉的气息，怔了一会儿后，虚弱的欣慰笑道：小家伙终于长大了。萧炎抹了一把眼睛，用3000连心火熔断了那如同巨蟒般的锁魂链，就想带药老离开。然而魂殿钓了这么久的大鱼，怎么可能让鱼跑了？药尘得留下，萧炎也别想离开。埋伏了许久的摘星老鬼终于是露面了。注明摘星的实力为5星斗尊巅峰。摘星老鬼自信萧炎不可能跑掉，大大方方地表示，虽然萧战打死不松口，但店主猜测萧家的那块钥匙应该就在萧炎身上，毕竟如今的萧家最有出息的便是萧炎。萧炎一听父亲果然是被魂殿抓走的，杀意几乎凝成实质。还是药老的低喝声让他冷静了下来，如今摆在萧炎面前的只有一条路，跑。将天火3玄变开启到3遍的同时，萧炎让药老躲进戒指。摘星老鬼看着萧炎完成这些动作笑了笑，直到看到萧炎要跑了才动了动手指。只见5道黑色锁链直接洞穿虚空，到达萧炎头顶上方，然萧炎竟接下了。摘星老鬼开始有了兴趣，逗弄他的小老鼠。
直到摘星老鬼给玄仲齿身上拍了一个掌印后，才开始失去耐心。萧炎见他要开始认真了，连忙就是一朵佛怒火莲丢了过去。摘星老鬼到达现在的层次后，还是第一次被一个小小的9星斗宗搞得有些狼狈，一时间有些愣神。萧炎抓住这个机会，就利用异火劈断了不少锁链，这些锁链可比困住药老的不知道细了多少倍。摘星老鬼一见萧炎竟然放出了那么多的灵魂，十分生气。萧炎很果断的就甩了3枚火雷子，让摘星老鬼气上加气。从恐怖的气浪之中冲出来的摘星老鬼怒吼道：混账，这些灵魂跑了，就拿你来抵偿。随后就是一记摘星手朝萧炎抓去，砰的一声后，萧炎化为了一片虚无。摘星老鬼懵了，摘星手的威力已经恐怖到这种地步了。猛地回过神，望向出口处，只见一背影像灵猴一样的窜了出去，那不是萧炎还能是谁？被骗的摘星老鬼真的怒了。萧炎这边一冲出大殿就叫众人快撤，然而哪里是那么好撤的？魂殿的人死死的纠缠住众人，就是这么一耽搁，摘星老鬼已经掀了屋顶追了出来，一记空间屏障锁就将众人困在了此处。摘星老鬼怒气腾腾的就冲着萧炎杀去。现在萧炎这边的斗尊强者已经全被魂殿尊老牵制住，萧炎能用的大杀器只有融合异火了，可融合需要时间啊。场中唯一能空出手的紫妍坚定地护在了萧炎面前。我来帮你拦住他吧，紫妍道。行不行？萧炎担心的道。那你现在还能找到其他人吗？紫妍没回头。帮我争取一些时间，小心一点，不行就退。萧炎默了一会儿后沉声道。紫妍微微点头，随后双手结印，便是突然迅速增大，直接变成了萧炎在小山谷所见时一模一样的性感紫发大美女。紫妍看到萧炎愣神的模样，俏脸一红，恶狠狠地剐了萧炎一眼。萧炎深吸了一口气后，身形急退，融合异火去了。摘星老鬼一看萧炎竟然放出了4种异火，就知道萧炎要放大招了，他是不会容许萧炎成功施展的。然而紫妍纠缠的他一时动弹不得，在感受到萧炎那里越来越恐怖的波动后，摘星老鬼终于是沉下了心，先解决掉紫妍，连拍几掌重伤紫妍后，摘星老鬼使出摘星手就掐住了紫妍的脖子。就在摘星老鬼准备击杀紫妍时，一道怒喝突然传来：你才去死！与此同时，一铁塔般的壮汉突然从摘星面前的空间掠出，挥舞着巨拳朝着他的脑袋砸去，这要是被锤中了，绝对当场开瓢。吓得摘星老鬼连忙松开紫妍，一掌轰出。大块头，你不是出去游历大陆了吗？紫妍握着喉咙咳嗽了一声，然后望着身旁的大汉惊讶的道。熊战干笑了2声后，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先前那裂开的空间裂缝，嘀咕道：不是老子想来啊，是被丢过来的。不远处，摘星老鬼正面色阴沉地望着熊战时，萧炎那完整版的毁灭火莲终于是快融合好了。察觉到萧炎那边还差临门一脚的火莲气息后，摘星老鬼果断决定冲上去打断萧炎。紫妍察觉到摘星老鬼的意图后，立马让熊战拦住他。熊战这个坑货几个提速追上摘星老鬼后，抡起铁拳就砸向了后者的背心。这下好了，摘星老鬼侧了侧身，让攻击落在肩膀上后，借着冲击力便出现在了萧炎的头顶上空。熊战一看自己干的好事儿，一咬牙就闷头暴冲，想要在最后时刻将那摘星老鬼打飞出去。然而摘星老鬼的九幽魂手已经快抓进萧炎的胸膛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萧炎也不管了，直接将未彻底稳定的毁灭火莲丢了出去。然而毁灭之力扩散的前一刻，鬼爪还是印在了萧炎的胸膛之上，清脆的骨骼断裂声响起后，萧炎就是一口血雾喷吐了出来。倒飞出去的一瞬间，萧炎却笑了，因为他看到了摘星老鬼那张布满恐惧之色的脸。火焰风暴肆虐的时候，紫妍飞快地将萧炎从巨石中抠出来，抱着迅速升空，望着那满身鲜血连胸膛都是凹陷了下去的萧炎，紫妍的脸颊阴沉的可怕。风尊者、小医仙等人见到萧炎时脸色皆是一变，然而已经没有时间给他们难受了，因为那道火焰风暴之中2道比摘星老鬼还要强盛的气息出现了，是魂殿的人。这么多年了，敢回我魂殿的人，萧炎你是第一个。伴随着2道身影的出现，一道陌生的声音缓缓地在这片天际响彻。等小医仙等人看清时，就见没了一只手臂的摘星老鬼正同一白一黑的2名老者在一起。众人看了看萧炎，又看了看如鲜血喷泉一样的摘星老鬼，默默地咽了一下口水。摘星老鬼恨极了萧炎，他堂堂5星巅峰斗尊的实力竟然会栽在一个9星斗宗的小子手里。摘星让那2名同伴将萧炎碎尸万段，
黑白天尊有些不想理摘星老鬼这个猪队友，因为想贪功不捏碎早就准备好的空间御剑召唤他二人，导致药尘被救，分店被毁，自己也搞成这个鬼样子，完全就是咎由自取。现在唯一能够将功补过的便是将萧炎抓住了。白天尊将摘星老鬼送离战场后，就同黑天尊一同动手，准备拿下萧炎。紫妍，带着萧炎离开吧，小医仙轻声道。这种局面想要全身而退，明显已经是不可能的事，必须留下人来断后，而留下之人十死无生。小医仙话音刚落，手臂却是突然被抓住，转头就见是一身鲜血的萧炎。小医仙心头不由得一酸，他从未见过如此狼狈的萧炎。也别交代什么遗言了，也并非是不能脱身。紫妍银牙一咬，似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，沉声道：交代众人到时候跟紧自己后，紫妍一咬舌尖，取出暗金色血液，就开始召唤空间门。黑白天尊一看他们想要逃跑，袖袍一挥，就是两股黑雾匹链划破空间，对着萧炎一行人暴掠而来。风尊者等人脸色都是一变，刚欲出手，紫妍却是沉声道：没有时间出手，谁出手谁就走不了了。小医仙望着那急速而来的黑雾匹链，银牙一咬，就欲闪身而出，结果却被铁剑尊者一掌击退。你们走的声音落下后，众人只看到了铁剑尊者的背影。铁剑尊者仅仅是2星斗尊的实力，根本就不是黑白天尊的对手，硬接了2道黑雾匹链后，就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铁剑尊者抹去嘴角血迹，仰天大笑后道：我大仇得报，所求便是一死。如今能在死前报了恩不说，还能死在魂殿天尊手中，倒也算是够了份儿。话音一落，铁剑尊者就欲自爆。就在此时，空间门开了。然而就在银色光芒将萧炎等人尽数包裹的时候，空间门开始抖动了起来，而且越抖越厉害。明白什么情况的紫妍有些绝望了，以他现在的实力，强行开辟空间之门穿梭虚无，已经是很勉强了，更不要说现在还带着一群人。然而突然之间，那颤抖的空间大门竟然诡异地凝实了起来，空间波动也变得极为稳定。想到突然到场的熊战，紫妍一下子就明白了什么，随后就是手印猛地一变，萧炎一行人瞬间便是被扯进了空间大门之内。随着空间之门散于无形，虚无空间中方才响起一道无奈叹息，之后一道漆黑的空间裂缝悄然出现在那欲自爆的铁剑尊者身后，一口便是将他吞了进去。正准备应对自爆的黑白天尊懵了，好半晌后猛地看向萧炎等人的蜷缩在地，脸色瞬间变得铁青。此时的紫妍等人已经到了一处荒凉平原，风尊者刚稳住身形，就窜过来握住了萧炎脉门。众人看着他越来越黑的脸色，心情格外的沉重。寂静无语间，药老那虚幻的身影突然从界中窜出，一把抓住萧炎脉门。感知到萧炎糟糕身体情况的药老恨不得冲回去杀了摘星老鬼。萧炎体内经脉尽断，骨骼更是断了将近70%。得知这一情况的小医仙摇摇欲坠，还是一旁的紫妍连忙扶住了他。药老脸色阴沉地坐在萧炎身边，磅礴的杀意暴涌而出，他与魂殿不死不休。先冷静点，萧炎好不容易将你救出来，你若是现在去找魂殿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风尊者拍了拍药尘的肩膀，轻声道。药老知道风尊者说的不错，仇要报，但绝对不是现在。深吸了一口气后，药老凝神开始仔细地检查萧炎体内的具体情况，好半晌后才猛地睁开眼睛。萧炎还有救，一火护住了他的心脉，而且3000焰炎火正在缓缓修复他的身体。不过萧炎现在已经昏迷，3000焰炎火的修复是自发而动，只有找一处星力极盛的地方才能够加速修复。说到星辰之力，就没有比星陨阁更合适的地方了。星陨阁建立的地方本就是一块天外陨石，历经无数岁月，其中的星辰之力依旧凝而不散，用来给萧炎疗伤是最为合适不过了。不过就在众人庆幸萧炎有救了的时候，风尊者却是道出了他的担心，萧炎受此重伤，此后实力可能会停滞不前。一旁的小医仙一听这话，刚刚有所松懈的心顿时再度绷紧。好在药老及时说明萧炎体内有阴阳玄龙丹的药力，再加上3000焰炎火相助，是不会有这种后遗症的，而且说不定还能因祸得福。彻底松了一口气的众人决定即刻启程回星陨阁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，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